大家好，我係零針社職塵，好高興又見到大家啊！咁今日咧，你見到背景有啲唔同啊，係因為咧今日咧我就借咗一個公共空間咧，就攞嚟拍呢段片。好啦，咁啊廢話唔多講啦。好嗱，咁大家咧會見到。我手頭上咧就已經揸住啱啱咧新鮮到港文石嘅呢部新機 Lift 2係展示機嚟嘅，咁啊店家啱啱收到，跟住咧佢咧就俾我就借咗一部咧就翻去咧做開箱同埋去試用一下啦，希望咧俾大家可以以最快速度可以咧掌握到一啲關鍵嘅信息。外形上就咁睇咧好似冇乜特別啦，咁一陣間睇下開箱會唔會有驚喜，事不宜遲，去片。好，而家大家眼前咧就會見到呢一部嘅 Lift 2啊，呢一部係 demo 嚟嘅。其實再次喺度感謝香港文石嘅總代理阿 Terry 佢嘅信任啦。你見到已經係咪第三代咧？係將嗰部機嘅型號食刻喺個盒度啦，連嗰句口號都冇變啊！即係我諗咧，如果睇過我開箱好多部嘅觀眾咧，其實都唔陌生啦。Unlike a tablet, unlike any tablet 呢一句都用咗2代啦，起碼。咁呢一部咧 Lift 2係7吋嘅機啦。咁呢一度咧多國語言參數嗱，下方呢一堆 logo 咧展示佢嘅特色。今次嘅重點咧會係呢一度支援咧呢個 TF 卡，可以話咧係近年海外版嘅首回啦。好嗱，另外係黑色啦，文石國際啊，咁呢個 tab 好啦，打開咧呢個傳統嘅黑盒，跟住咧就見到Lift 2咁啊有個膠膜套住啦，陣間再講。好嗱，先睇睇啦，盒入邊今次跟機嘅配件有啲乜嘢？其實都唔會有驚喜㗎啦，不過咧都要俾大家知一知啦。好。充電線呢部黑色嘅，咁啊跟黑色啦，咁我覺得跟翻慣例，我估計咧白色嗰個型號咧條線應該係白色嘅，配襯翻有啲似 Apple 啊 Type C 頭。好啦，跟住呢個係新嘢啦，呢個咧係褪嗰個卡槽嘅嗰支針啊，因為今代有得插卡。好，跟住係保修卡、快速說明書，咁啊望一望快速說明書冇驚喜啊，有興趣嘅咁啊自己撳停可以望一望啊，我揭開繁體中文嘅呢2版俾你睇一睇，定價。好，咁大家眼前呢度咧，呢4樣嘢就係咧跟機嘅配件，就係咁多啦。咁其實每次都差唔多噶啦。好啦，我哋睇睇呢一部 Lift 2嘅真身啊！當我咧公佈咗 Lift 2嘅一啲細節同埋佢嘅嗰個規格嘅時候咧，咁我就發現大家都有啲失望啊！主要就係咧對住佢嗰個 CPU 嘅降級，但係其實今次咧我就會發現到文石有佢嘅定位嘅。喺規格分析之先咧，我哋先睇睇佢嘅嗰個做工同埋今次嗰個模具嘅變化嗱。咁呢一部咧係黑色嘅，咁佢係純平 mon 嚟嘅，係玻璃蓋板喺呢個位置。因為咧白色版咧，按我所得知嘅信息咧，佢會係非純平 mon，會係凹陷嘅，同黑色版有啲唔同。咁黑色版因為用個玻璃蓋板咧，咁佢會重啲。陣間有稱重環節再同大家咧展示。喺正面嘅位置，我諗最搶眼咧就係左側呢個位置粗啲，佢咧就有上下2粒按鍵。咁另外咧3側咧就保持一個右框嘅狀態。呢一度咧個手持位，咁由於佢配備呢個實體按鍵嗱，咁所以咧你左手定右手去睇書都好咧，其實你可以翻動嘅，咁係方便你嗱。咁俾大家睇睇咧佢嗰個大細，你見到其實咧係嗱我男仔手咧一手可握，咁我覺得咧都叫做保持到嘅。雖然佢比上一代咧係闊少少，一陣間咧會有一個比較。佢左側呢個位咧，佢純粹咧係粗咗左手邊咧，方便你握持，唔會點到個 mon。好嗱，上方左手邊咧會有一個 power 掣。Power 掣嗰度會有個指示燈嘅，咁你充電或者開機嗰度咧，佢會咧着燈，其他咧就冇啦。右邊乜都冇，下方都係同樣冇任何嘅按鍵。咁啊，今代咧佢基本上所有嘢佢咧都聚焦喺左手邊呢個位置。首先你會見到呢一度同埋呢一度咧會有雙喇叭 Type C 嘅充電位咧就放咗嚟咧左側嘅下方呢一度啊。咁呢一個嘅設計咧，可能到遲啲實體保護套到咗嘅時候咧，就會發現裝咗落去咧，你唔能夠充電，可能會造成一啲嘅麻煩。實際會唔會咧？到時先知，但係我預示到有呢個情況。好，跟住呢度咧就有個 TF 卡嘅插槽。好，咁啊攞個針，好可以放到一張咧係 micro SD 卡嘅。好，佢嘅背面咧就全黑，睇落去咧，如果而家你大家嘅畫面應該乜都見唔到，但係其實咧今次咧嗱反一反光咧，大家咧可能就會見到響部機嘅左側後方呢度咧，其實有一個係超大嘅 BOSE 嘅標誌喺呢度嘅 BOOX 喺呢個位置，反光就會見到，不過做得咧係都好低調啊。跟住咧喺呢個位置咧要反光先見到，就有寫到個 model 咧係 Lift 2。
咁就冇啦。嗱，特別講一講咧，佢呢個背部咧，佢係有個好微嘅弧形喺呢度。咁樣單手嘅握持咧，其實我覺得都舒適嘅。咁咧都幾就手落到去嗰個按鍵嗰度。不過咧要提一提咧，就係佢呢個面板，不論係正面嘅面板定係背蓋都好咧，其實都幾黐指紋啊！我用咗一陣咧，其實咧就發現啲指紋嗰個手嘅油跡咧，個印咧係好容易印上去，係一個指紋收集器。咁啊介意呢一點嘅，可能咧買黑色嘅話咧，就要定期清潔一下。另外就算個實體件咧，我都會講講嗱，因為大家都知道文石上一代都有出實體件嘅專屬保護套，咁其實咧我就都對比過，佢呢一度嗰個按鍵嗰個鍵程咧，其實就比佢哋嗰個實體件保護套嘅嗰個鍵程咧係來得深啲，好撳啲嘅，撳落去咧會有啦個回饋感相當唔錯嘅嗒嗒聲嘅。比起咧皮套入邊嗰實體件咧，撳落去係淺啲，唔係好有嗰個實感嘅。咁我覺得呢一度咧進步可以話係，咁咧係一個值得一讚嘅位嚟嘅。因為我初時諗緊文石係咪就係將佢哋喺皮套嘅嗰個經驗直接塞落部機喺呢個 Lift 2入邊咧？又唔係喎，係有改進嘅喺呢個位置。咁都特別提一提，俾大家知道有個概念。好，咁就住佢部機就係咁樣啦。咁可能都有啲用家咧都會有個好奇，喂，Jackson啊，咁呢一部 Lift 2咧，其實我有第一代喎，配件能唔能夠通用㗎？嗱，先講聲抱歉，係唔得嘅。嗱，冰之落嚟，大家就會見到啦。我特登問店家借部 Lift 第一代嘅展示機，由於呢度貼咗價錢，我哋揾咗張貼紙咧遮住咗。咁你會見到啊，Lift 第一代咧其實係比 Lift 2咧係長咗一截嘅，呢度大約係有接近1厘米嘅差距。而今次第二代咧機身嘅闊度咧係比第一代咧係來得闊嘅，所以咧第一代嘅配件咧係同第二代係唔能夠通用嘅。咁究竟屬於算係輕巧咗定係點咧？我諗就比較難判定啦。就睇下你個手袋啦。究竟係偏長方形定係正方形多啲啦？今代咧係偏正方形多啲嘅，上代咧就長方形多啲。厚度方面咧就兩隻差唔多，咁所以對照翻兩代，唔知你又中意咧邊一代嘅模具設計多啲啦？俾大家咧有一個並知了解啊！好，為大家稱一稱重啊嚇，睇下咧呢一部黑色嘅 Lift 2咧幾重？188.8克咁啊，當189克啦，同官方所宣稱嘅185咧就相近，就比上一代咧係170克，重咗10零克。你話係咪一個好明顯嘅重量呢？嗱，咁樣單手手持咧，其實我覺得個手感唔係爭太遠，個重量咧唔會話真係好明顯嘅。但係咧上一代就真係輕便啲，呢一個咧就真嘅。即係你見到我順手稱一稱，嗱，呢個上一代我借嘅呢一部174，咁都爭咗咧係10零克嘅重量嘅就係。嗱，由於咧白色版嘅 Lift 2咧就未到港啊，咁所以咧冇得測試下係咪真係能夠保持到輕便啦，同埋嗰個凹陷嘅非純平設計咧，究竟實際會係點樣？咁都未知。白色又有幾白，亦都未知。咁之後到港咧，我再同大家開箱。咁但係就住咧佢嘅外觀、模具同埋重量咧，大約就到呢一度。好，唔知睇完咧我嘅開箱，大家對呢一部 Lift 2觀感如何？滿唔滿意？會唔會讓到你咧心動又想去購買咧？咁咧就老規矩嗱，咁咧我會先咧將呢一部有一個嘅規格分析。今次咧個表咧會長少少嘅，因為咧我就會將佢啦同上一代嘅 Lift 啦，另外仲有咧係6寸入門嘅 Port 4 Lite 同埋再上一代嘅 Port 3咧都並列埋一齊，俾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點解會咁做咧？因為其實咧今次文石嘅定位就係想將呢一部機咧係作為文石細屏嘅代表型號，可以話咧係一網打盡啊！呢個係佢嘅嗰個野心同埋嗰個嘅定位，有佢嘅諗法。所以今次呢部機咧模具嘅改變同埋個導向咧，其實就係聚焦於咧喺嗰個閲讀上，又讓人咧係糾結同又愛又恨啊！嗱，咁呢個規格分析表咧，咁啊老規矩啦。嗱，黃色咧就優勝嘅地方，灰色咧就係略遜一籌嘅地方。咁會見到咧，其實今次呢部 Lift 2咧黃色嘅地方都多嘅，但係咧亦都有咧係灰色嘅位。先逐樣同大家咧係去分析一下，講解一下。我諗最讓到咧係呢一部機可能咧係失望或者係討論度高嘅，就係嗰個 CPU 嘅降級。咁你會見到個表嗰度咧，我係寫到佢咧係用咗高通一粒入門芯片嘅。咁我估計咧係同 Port 4 Lite 咧係用同一粒嘅2290，但係唔肯定。但係咧效能上經過我評測之後咧，佢係同 Port 4 Lite 同級嘅。咁可以先睇睇跑分。Port 4 Lite 咧，我當時嘅評測片咧跑分就係大約98000幾分。咁咧呢一部 Lift 2咧，我去做跑分嘅時候咧，就係97000幾分，表現係相若嘅。咁可以俾大家咧，再有個參考就係兩代之
之前咧，文石用高通625跑分大約11萬分多啲。Nova Air 咧，佢都係用636嘅，升一級嘅636，咁佢嘅跑分咧大約係15萬零分。最新一代用662嗰啲咧，咁大約就係17萬分嘅水平。咁壁壘好分明嘅，咁即係話呢一部咧 Leap 2佢嘅 CPU 比起上一代嘅 Leap 或者係6寸嘅嗰 Pod 3咧，其實係降級咗，效能咧係都有一個幾分數上嘅退步，由15萬分可能退到得唔夠10萬分。好啦，咁啊所以呢個位置咧可能讓到人咧會有猶豫，因為買新機但係效能降級咗呢一樣嘢喺 Pod 4 Lite 已經出現咗一次啦。咁所以呢個位置咧係需要大家去考慮。咁另外咧都借住呢個機會咧都澄清下，因為咧之前有台灣嘅網友講，我睇南加伯嗰邊嘅評測講到呢一部機係用630喎，國內版嘅 CPU 係強過海外版。咁我要喺度強調，其實唔係，因為咧南加伯嗰段片係用個 app 叫 CPU-C 嗰個 app 咧去睇，咁佢就判斷呢部機咧係630。其實因為咧呢一部機咧佢用嘅嗰粒高通芯片咧，其實係今年新出嘅。其實幾個評測 CPU 硬體嘅 app 咧都未有相關嘅 data。我好肯定呢一部咧係一粒4核2.0嘅 CPU， 國內同海外呢一部都係用同一粒。咁如果係得4核心嘅話咧，咁就肯定唔係630，因為630係8核心嘅，舊啲功耗咧會大啲。係啦，咁呢部咧粒 U 新啲，入門啲，得4核心，係咪2290？我都唔肯定，因為咧高通嗰邊俾嘅資訊都唔係好多，但係我可以肯定佢唔係630，因為630咧佢個效能咧同636係相近，即係都講緊應該跑分咗 on total 咧係有14-15萬分嘅應該係啦。咁呢一度咧好明顯就係差啲嘅，但係呢一度咧我都要同大家講講啊，咁效能上佢其實係咪變咗不堪用咧？其實又唔係。如果有留意我之前 Pod 4 Lite 嗰段片咧，其實你會見到我嘅評價係合格有餘。喺效能上咧，其實佢可能有啲位置等多1秒2秒，或者係窒一窒，但係其實喺整體嘅使用體驗上咧，其實就冇乜問題。嗱，呢部機咧，我同樣咧係攞去測試過，我將我真係上最大嘅 PDF 啦，境外傳輸900幾 MB 放咗入去，另外咧亦都測試咗一個50幾 MB 嘅 TXT 檔都好大，同埋一個大約30 MB 嘅 EPUB 檔，一啲網絡小説，佢哋去進行開啟入邊目錄嘅切換、跳章節同埋用實體鍵去翻頁都好咧，其實佢嘅表現係相當優秀。特別喺境外傳輸入邊咧，好坦白講，佢依然咧其實幾秒開啟到，咁翻頁咧其實係都冇乜停頓就去下一頁，咁效能上咧其實係優秀，即係喺閱讀上係絕對冇問題。咁另外都特登咧係測試過係上網啦，用開 browser， 咁其實校咗極速刷新之後咧，其實不論係上下嘅滾動觸控定係撳實體鍵上下頁咧，其實我覺得都流暢。即係話咧，只要你唔係有一個好高階嘅需求，運作一啲咧係比較講求 CPU 運算效能嘅 App， 日常嘅閱讀或者係一啲咧簡單你瀏覽下網頁、上下網、上下 Facebook Live 去簡單睇下啲資訊嘅話咧，其實呢一部機咧，就算用咗降階嘅 U 都好咧，其實都勝任。好啦，咁 CPU 嘅降級點解咧？其實好簡單，就係限制成本。因為今代喺模具上咧，佢係全新嘅，仲有加入咗咧呢個上下實體鍵，咁呢個係佢優勝嘅地方。另外就能夠插卡。咁呢啲位置成本嘅增加咧，就喺 CPU 嘅嗰個閹割嗰度咧，就去攞翻個平衡，所以能夠保持同上一代咧係同樣嘅價位。所以你見咧今代咧，其實香港呢邊個價錢同 Leap 第一代啱啱出嘅時候係一樣，都係1998。咁喺呢個位置咧，文石有佢嘅考量。咁當然啦，用家買唔買單咧，咁就係需要係你去判斷。同埋呢個實體鍵咧，頭先開箱嘅時候我都講過，佢嗰個鍵程咧係深啲嘅，撳落去咧，嗒嗒聲咧係幾好撳，幾舒適。呢一個細心位我要讚一讚。另外喺屏幕用咗全新嘅 E-Ink Counter 1200啦，咁喺嗰個顯示效果上咧有比較有傷害，真係比 Leap 或者之前嘅 Pod 系列咧係來啲優勝啦。更加唔好講 Pod 4 Lite，因為佢嗰個咧係再入門啲，解像度就低啲。咁呢一個咧以同樣6寸、7寸、300 PPI 嘅屏幕定位嚟講咧，呢一塊 E-Ink 咧係最頂級啦，亦都可以追上 Kobo 啦。因為 Kobo 咧好早就已經用E-Ink Counter 1200嘅，今次呢一部 Leap 2咧都係。咁呢個位要讚一讚。遺憾今次咧白色機未到講，我唔知道咧佢嗰個非順屏嘅處理會讓到顯示咧，其實會有一個點樣嘅影響。理論上應該係會好咗嘅，因為少咗層改版。但實際係咪咧？要真係白色機嚟到嘅時候先知道。咁所以咧喺規格上咧，主要嘅嗰個分別點咧喺呢一度。呢度都特別講講有咩人啱買咧？咁就係話呢一部機其實咧，文石嘅定位就係聚焦閱讀。如果你係睇流動格式嘅書檔或者係睇漫畫，7寸都合適嘅。比起6寸咧，其實個體驗係好好多嘅。咁兼埋個實體鍵嘅上下翻頁咧，攞嚟單純閱讀咧，呢一部我覺得係一個非常好嘅選擇。只要你唔嫌佢咧太過正方形，
係啦，真係好正方形。因為有啲人嘅手袋咧，可能咧就冇咁闊啊，係啦，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咧，我之前去做 POC 系列嘅評測嘅時候咧，我係話佢可以入到褲袋啊嘛。Lift 第一代咧，佢係長少少長方形啲咧，勉強都入到褲袋。呢一部真係唔得啦，因為太闊身啦。咁所以咧，如果你 OK 呢個形狀，又好需要佢嘅實體鍵，其實佢真係幾能夠提升你嘅閱讀體驗。所以點解我之前係咁推介More-in Plug 2，因為佢兩邊都有實體鍵啊嘛。不過嗰個7.8寸嘅大部好多。咁所以喺呢個位置咧，效能亦都我覺得係絕對夠用。你諗下，連咁大嘅 PDF 檔都係幾秒。咁所以呢個位置咧，我覺得咧呢一個係一個值得你去考量嘅位嚟，即係起碼喺效能上，我覺得有降級，但係佢都絕對堪用，合格有餘。反而如果你去到大屏嗰啲機咧，即係10.3寸、13.3寸嗰啲咧，我就覺得真係需要有一粒咧 top 啲嘅 CPU， 因為咧用得嗰啲咧就係講緊係生產力咧，咁會用好多唔同嘅 app， 即係 Evernote 啊、OneNote 啊、Google Drive 啊、Google Classroom 啊呢啲，咁你個粒芯片唔夠 RAM 都唔夠咧，其實真係有啲吃力。嗱呢一部咧比起國內版嘅 Lift 2咧，佢 ROM 其實係差咗嘅 ，ROM 嗰度咧國內版係64GB，咁呢一度咧係32GB，咁呢個位置咧可惜啦，不過好彩佢又今次有得插卡，咁佢叫彌補到呢一個嘅缺點。好啦，咁所以如果你係聚焦閱讀嘅話咧，咁你可以考慮呢部，因為有實體鍵咧係真係優勝好多，我覺得係值得一讚，兼且係有改進嘅位。由於咧佢嗰個專屬嘅原裝皮套咧就未到，咁我詢問過店家嘅，佢話咧今次應該會做磁吸，即係背邊磁吸落去，而唔係包四角嘅，理論上應該就會好用啲。方便啲咧係拆卸，因為咧今次咧嗰個充電位咧係變咗喺左側底呢個位置。如果係嗰啲包四邊嗰啲硬殼嗰啲保護套咧，咁其實就變咗插唔到電啦，用咗就插唔到電咧，咁好唔理想。磁吸到直接咁樣翻插電翻熱繼續用到咧，咁都 OK 嘅。咁嗰個就要等實物嚟到咧，我知再同大家可能分享翻。而喺嗰個模具上嘅變動，即係個尺寸咧，男性咧我仲叫做能夠一手可握，佢預你讀嘅時候咧，其實就咁樣單邊攞住。不論你係左手定右手咁樣，咁所以喺呢個位置之下咧，咁就睇下呢個尺寸、呢一個實體鍵加插卡嘅變更能唔能夠彌補到 CPU 嘅降級。如果你覺得抵得上嘅話咧，咁其實呢一部機係一部好唔錯嘅閱讀機，再加輕量第三方 App 嘅應用，留意嗰個關鍵嗰個定位就在於此。如果你比較追求效能速度，而唔係好在意實體鍵嘅話咧，亦都唔需要插卡嘅話，即係你可能唔睇漫畫，因為其實插卡好多時候都係睇漫畫，嗰啲用家先有咁嘅需求。咁其實 Lift 第一代咧係絕對一個唔差嘅選擇，平少少。但係按我所知咧，香港呢邊其實都貨量唔多，因為咧 Lift 第一代停產咗㗎啦。咁基本上文石就力推呢個 Lift 2，咁所以喺呢個位置上咧，你可以考量。POC 3咧就更加係停產咗啦，其實就貨量更加少。即係如果你講求效能嘅話咧，上一代呢兩種6寸同7寸嘅機型咧，你可以仲搜尋到。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細屏機嚟講咧，嚟緊文石我諗主要就係呢一部 Lift 2咧，就諗住係去處理晒成個細屏機嘅市場。會唔會有 POC 系列6寸繼續去咧？咁就睇大家嘅需要，因為咧暫時就得嗰部入門機，咁就係叫做一個全面嘅跌幅啊，真係好入門。雖然都堪用，如果你想平又想細部各一部，如果你唔介意大部少少，想一個更加好嘅閱讀體驗，係相當唔錯嘅閱讀體驗嘅話咧，可以考慮呢部 Lift 2。係啦，咁所以我諗就住細屏幕、細尺寸嘅選擇喺文石機當中咧，大約就係咁樣啦。喺我嘅意見，我嘅體驗。特別最後特別一提，呢一部 Lift 2咧係海外版咧，佢係冇中國伺服器嘅。雖然同國內版一樣咧，係有黑色呢一部，所以咧佢係冇京東同埋冇得到書城嘅。喺書城嗰度咧係英文嘅書城嚟嘅。咁所以呢個咧，你本身諗你買呢一部海外版攞嚟用京東嘅話咧，咁要小心係冇嘅。好，期待白色版，因為咧我覺得白色好似吸引啲，黑色可能我用得太多啦。我手頭上啲機都係偏深色，同埋我都想了解下嗰個屏幕嘅處理。咁嗰個要等之後咧實機度講，我再去摸下手試下，再睇下同大家分享。咁就住今次呢一部黑色 Lift 2嘅開箱規格分析同埋簡單嘅我嘅體驗嘅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又就住呢一部係文石 Lift 2有任何問題嘅話咧，歡迎你可以喺段片嘅下方留言去詢問，咁我答到嘅有盡量答。呢部機我暫時仲會 hold 多一陣子嘅。咁咧，如果你覺得呢段片咧對你係有幫助嘅話咧，誠邀你可以讚個好，呢個係對我一個最大嘅支持，亦都希望可以多啲人咧睇到呢段片啦。如果你中意呢一類 E-Ink 產品嘅開箱評測教學，咁咧誠邀你可以訂閱我嘅頻道，記住撳埋隔離個鐘仔。下一段片咧就會係 Nova Air 2嘅開箱規格分析同埋簡單嘅用後分享，希望咧到時都能夠見到你。咁今日呢條片咧大約就暫告一段落，感謝你觀看到呢一度，咁就下次見啦，拜拜。